你可来了。你是不是见到毛茸茸的东西就忍不住想摸摸，甚至想把头埋进去吸一口？见到可爱的猫猫狗狗，心里会不停呐喊着给我变给我变，幻想着自己或者别人长出毛茸茸的耳朵和毛茸茸的尾巴。还有，当你听到下面这个声音，就会莫名的兴奋。如果全中，那么承认吧，你就是个福瑞控。其实在福瑞控这方面，古人比我们玩的可刺激多了。我手上这本解义集就收录了这么一种人兽结合体，叫初人。这初是个什么东西呢？第一种说法啊，它是一种狗那么大，身上带狸猫花纹的野兽，有人怀疑就是云豹，长这样。第二种说法，初是特别巨大的老虎，也有说这个初很像老虎，但不是，它的后爪有5根脚趾，正常的老虎只有4根，看你家猫的后爪也是4根。反正不管哪种说法呢，初都是一种很凶猛的大型猫科动物。那初人又是啥呢？易苑记载，传说东晋太元年间，就是《桃花源记》里头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的那个时候啊，有个叫徐桓的，没事出门瞎溜达，遇见个小姐姐，长得是有大有小啊，就上前去搭讪去了。没想到这小姐姐一点不害羞，跟他还互相调戏，有来有往的。接着冲徐桓使眼色，往旁边草丛里直吊他。徐桓都乐疯了，哟，这是要跟他玩野外 play 呀，跟着就钻进去了。可刚进去正解裤腰带呢，小姐姐扑棱变成一头大老虎，背起他就进了深山了。等徐家人找过来，只发现一串老虎的脚印，都觉得他肯定是凉凉了。可10几天后的一个深夜，徐家门口突然来了一头大老虎，放下个人转身就走了。家人点起火把一看，居然是衣衫不整形容枯槁的徐桓。这10多天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呢？估计只有他自己知道了。还有《搜神记》记载，长江汉水流域，大概就是现在湖南湖北那片啊，出没着一支神秘的部族，是土家族祖先领军八物乡的后代。这个部族的人据说拥有一种变身成老虎的能力。相传有一段时间啊，长沙一带是闹虎灾，当地人打造了很多机关陷阱捉老虎。有一回这个机关被触发了，猎户们赶紧过去补刀啊，结果到地方发现笼子里头关的不是老虎，是个人，还不是一般的老百姓，看穿装打扮呢是个亭长。这是个什么级别呢？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就是打亭长干起来的，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所长。猎户就问他，哟，领导您咋进去了？亭长气坏了，说昨天县里头通知他去开大会，结果走夜路赶上下雨，一个不小心踩中机关，哐，被关笼子里了。他连骂带喊啊，让猎户赶紧的麻溜把他放出来。这猎户还挺警惕，说县里头通知开会呢都有文书啊，问亭长要县里的通知文书。亭长没办法，只好拿出来自证身份。一看没问题，那赶紧放人吧。等打开笼门把人放出来，亭长伸伸胳膊踢踢腿，扑棱一下子变成一头大老虎，上山逃跑了。这搞不好啊，真亭长是被这老虎给吃了，衣服和文书都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。上面这些记载就是说，出虎成精，很擅长伪装成人。那么怎么分辨呢？搜神记里还附了个鉴别方法，你们可以记一下啊，说不定有用。说出虎变成的人喜欢穿紫葛衣，你仔细观察他的脚是毛爪子，有5根指头，但是没有脚后跟。下回跟人约会记得先脱鞋看看脚啊。这是老虎变人，人变老虎的记载也很多。数义记记载，安徽宣城郡有一个郡守叫封绍，做官不怎么行啊，鱼肉百姓是一把好手。有一天呢，他突然不开心了，扑棱一下变成一头老虎，跳上街是到处吃人。老百姓那个逃命哦，直到不停的喊他封使君封使君，才略微让他清醒了点。然后呢，这老虎转身跑走，再也没回来。后来当地留下个俗话，叫做官别学封使君，当官时候他不为民做主，变成了老虎他还吃人。
民间还有种说法，这人要是缺了德，活得久了就会变成老虎。普通的老虎一般是不吃人的，人变的老虎才吃人，因为人最讨厌自己的同类，也最知道人心险恶。本草纲目记载，武则天在位的时候，湖南郴州一个官员生了场怪病，身体发生异变，眼看就要变成老虎了，大伙拼命制服了他，变化才停止。但是他浑身已经长满了老虎毛，成了一个毛茸茸的怪物。无独有偶，唐宪宗元和2年，陕西商洛又有个人突然浑身发烫，产生变异，眼看要变成老虎了啊！大伙用冷水不停地浇他，给他降温，最终才止住了变化，也成了一个半人半虎的怪物。这是变异失败的，还有成功变身的完全体。蜀中广记记载，五代十国的时候，后蜀政权刚刚建立，出现了很多奇怪的现象，比如天上往下飘毛毛，连续发生了很多次地震，还有人变成老虎。说是蜀中有个叫桥本的，不是桥本环奈那个桥本啊，这个桥本很坏，是个地痞无赖，周围人都讨厌他。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，被母亲一手拉扯大，但是呢，他却动不动就对母亲破口大骂。说有天晚上，桥本在外头鬼混，回来晚了，母亲不放心啊，靠在门口接他。他远远的看见了，又开始跟他骂，骂的那是要多难听有多难听。母亲很伤心，嚎啕大哭，说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，回来晚了，做娘的担心，可你当儿子的居然还要骂我。一边哭啊，一边是唉声叹气，这哪还有天理呀？桥本呢，听烦了也不进屋，转身走了，溜溜达达走到城门口，突然嗷一声大叫，扯掉衣服变成了一头大老虎，跳上城墙，趴那不走了。这可把附近的老百姓给吓坏了，僵持了一夜。到第2天，朝中大将赵廷隐奉命前来除妖，趁着老虎嗷嗷叫的时候，弯弓搭扣，嗖一箭插嘴，直接捅穿后脑勺，给射死了。这不孝逆子变的老虎，后来被老百姓分着吃肉，连渣儿都没剩下。除了出人，这本解异集还收录了中国古代传说中100多种妖怪异兽，每种都有独立插画、典故介绍，还有专属的图腾印记。正方形大开本，书籍是裸脊线装的设计，加上函套外封，特别有古籍的味道啊。这本画集还有很多细节巧思，喜欢插画和妖怪故事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，值得收藏。关注猫猪，听奇闻怪谈，读经典好书，下期见。